美国现在状况，每个人都很讨厌川普，他说因为川普让他们很没钱，民间的消费出现一个大问题。看到整个国家很亮眼往上冲，可是人民并不有钱。如果你有美国朋友，就会知道零元购的问题。反正你只要大胆，你就进去，因为他不会抓你。我们过去叫 M 型，大家都生活还可以，他现在要 K 型，往上的还继续往上，往下的继续往下。所以我觉得这问题在川普执政之下，表象的美国好像经济是有成长，但是我觉得他们内地里的经济是出问题的。这个两极化可能会造成美国未来经济崩盘会更恶化严峻。好，去年我们在关心经济的时候，2025年美国经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呈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 K 型化，就是富人狂欢，但是穷人逃命哦。中产阶级现在过得非常的辛苦，美国官方也这样说，经济的表现是非常的稳定的，那就业也是稳定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体的社会却不是这样子如此的反应。尤其 CNN 在这边特别酸了，他说现在只要搭一趟飞机就可以感受美国的 K 型经济，头等舱香槟不断，股票分红暴涨，但是经济舱为了行李费跟餐费斤斤计较，生活都快要撑不下去了。中国网友说啊，美国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根本就已经在斩杀线，掉下去就会爬不起来。在今年2026会不会更严重？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讲到经济学一些含义哈。那个大家看到美国的经济数字其实蛮亮眼的，不差吧？那当然，它第一个很重要是它的产业中有一个叫 AI 啦，科技在急速的爆发。但是我先讲一下，那 GDP 好也不能只靠 AI， 是你必须分类。包括有一个，我们讲 GDP， 我先直接讲，不管你是支出法啊，这个 expenditure approach， 或者是 income approach， 叫做这个收入法，你会发现它有4个大主轴。第一个就是民间的消费，再来往上企业，再是政府的支出，最后一个是跟国际间的进出口。因为关税的确有让它的进口会减缓变少，它出口反而会大家要买单嘛，所以这个是在里面加了不少分，使得 GDP 增高。那第二个就是产业中 AI 的产业真的提高非常多，还有制造业的确在川普的 MAGA 的大力作为之下，我不管他未来会不会成功，其实他成功机会不大，很难呐。好，因为他基础设施、人才、技术都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断的，因为他的霸权的地位还在，拉进去之后的确增加，可以有一个重点叫做 C 的部分 consumption， 这是民间的 private sector， 就是民间的消费，你会发现呢，出现一个大问题。看到整个国家很亮眼往上冲，可是人民并不有钱哦。那这 GDP 在人民的消费反而弱减哦。如果你有美国朋友，就会知道。你知道我上个礼拜才一个美国小孩，他说日本人做，我跟他交朋友，我带他去洗温泉，聊天呐、当永远一直跟他聊美国现在状况，因为我去年有去，今年没有去。他每个人都很讨厌川普，他说因为川普让他们很没钱。我当时就讲到零元购的问题，他这都真的，因为太多人越来越多没钱。反正你只要大胆，你就进去，因为他不会抓你。那当然，现在你要买任何东西，只要不知道多少钱以下，他们都是用玻璃挡住锁着，然后那个店员都是拿着不让你拿去，因为每一样都要防，因为他只要开场，你就可以拿了不给钱就走，不犯法。所以他说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地步，也就是我们过去叫 M 型有没有？大家都生活还可以，反正是穷人富人。他现在要 K 型，一个什么是 K 呢？大家 M 是这样有没有 ？K 型是这样，往上的还继续往上，往下的继续往下。K 型最明显的往上的人是谁？就川普那集团的人，他现在炒比特币，光这些集团，他马上可以帮他财富剧增很多。这些财富剧增到，你知道，就像你不管说28法则也好，现在变成以前可能我们要均富有没有？它就越拉越巨，所以呢，你就越拉越差，所以就会产生了 K 型往上者一直往上，往下的一直往下。所以我觉得这问题在川普执政之下。表象的美国好像经济是有成长，但是我觉得他们内地里的经济是出问题的。这个两极化可能会造成美国未来经济，其实在未来崩盘会更恶化。更严峻，是两极化越来越严重。那这边现在也说了一个真正的数据，是来自于彭博做的财富揭露，说全球500强的这些富豪当中，是大富豪哦，他们的这些财产的增加率已经高达了43%，其中只集中在当中的8个人。那穷人包括年轻人等等，则是不敢生小孩等等。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可能认为这个 K 型化就是一个社会里面，它整个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往上。一个往下，而且一直往这样走下去，那最直接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让人感觉好像这是资本主义这一个失败。其实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因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保证过共同富裕，而他所做的事情就第一个，资本的自由流通，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主要是在创新
就能够获得回报，记住，创新就能获得回报。资本主义的自由流通，以现在的美国的状况，包含台湾状况，你会发现，完全符合资本主义。那什么样的人会保持这个均富呢？通常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接着你再讲说这个美国梦是不是崩掉了？美国梦其实我听过一个美国人讲，他们当初什么叫美国梦，就是我在一个中等的阶层工作，差不多一个巴士的司机，我在福特公司做汽车的一个工人，我就是一个中等的这个阶层的工作，我能够养家，我能够这个让小孩上学，我可以买汽车，我可以买房子，以及到最后我还能够退休。当时美国就是这样，只要你肯努力，你肯工作。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两个级越差越大。现在美国梦大概要有2个条件：第一个，你要受过高等教育；第二个，你要选对行。你受了高等教育，选错行也没用。像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像聂老师就是选对行了，搞这些经济的就还不错。电子也是这样子。然后他会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底层的人民过久了他看不到希望。他觉得我奋斗一辈子是没有用的，因为我选错行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种制度没有办法改变这个 K 型向上跟向下的趋势，那因此到最后就是富者恒富，穷者永远翻身不了。这个东西如果在一些落后一点的国家，最后就形成就是革命。所以我们说这个希望社会不要这样子走，像中国的社会不是属于一种纯粹的这个资本主义。未来整个的经济也好，民主的制度也好，大家会开始慢慢看到哪一个才会经历历史的这个磨练。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从2025年开始，其实美国人民就可以感受很明显的就是斩杀线这个事情。那到底在今年会不会现象越来越严重？上次哥又怎么看？斩杀线这些词在2025年应该是最独特的。他原来是个网红，而且是中国大陆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所以他当时说出来的，但没想到后来全世界所有的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都采用了。那么我想确实他描述了，原先他是一个在描述一个旁观者，讲到美国有一些特别的状况，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任何的国家社会它都有贫穷的人。所以这个斩杀线其实不是针对贫穷的人，而是针对2025年出现的那些原本是中产阶级以上，甚至是科技公司有钱有房被裁员之后，瞬间从天堂跌落地狱，甚至变成无家可归。这是在去年其实是非常普遍。我们所以需要拉回来看，其实在去年我们盘点，无论 Meta， 无论 Amazon 这些过去的公司，在2025年都基本上裁员是几万人。这些几万人 ，Amazon 有很多劳工，那像 Meta 它基本上是很多科技跟一些工程师，所以呢，这一波人过去想都没有想到，前几年的部分，特别疫情结束之后，这些人是香饽饽啊，薪水好的不得了，再加上去年最重要的就是 AI，AI 浪潮带来以美国为主的这些科技公司跟资本集中的公司大量的替换掉，把人家裁掉，所以这是去年斩杀线之后也受到瞩目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当然我们要知道，所以斩杀线的部分就会凸显，于是中产阶级原先就是稳定上班的人，你看科技公司当然最好啊，不要忘了去年还有美国政府也大裁员啊，对，所以公家机关、科技公司，包括劳工的部分公司，可以说是全面的，可以说是人员都坠落。那于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头，大家就在思考，那这里头难道都没赚钱吗？后来发现，如同刚刚前面讲 ，K 型的这个经济就有钱赚到快死掉。但是有钱赚到死掉这件事情也并不是个意外，我们必须得说，有钱人都有高盛、美林这些所有的投资公司帮他们打理，他们可不是自己操作啊，他们是请专业公司操作。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其实大概从2004、05年开始，全世界就在用一个东西叫 FinTech， 就开始有电脑去开始操作，像比如说股市交易，1秒钟可以交易，从过去3、5次到后来10几次，到现在1秒钟交易30次啊。那这个地方最后发展成现在 AI 投资普遍都有。我们所知道的 DeepSeek， 原先的 DeepSeek 在中国大陆这家公司，它就是做 FinTech。后来他就会做得很好，然后于是投资公司说：“你为什么不来做 AI？” 所以他才从 FinTech 转换到 AI。所以我要讲的部分，它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它还是来自于全世界当中从科技
AI 为主的这个大的潮浪的动能，影响到全世界主要的包括科技业跟各个方面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基本上都为投资方、投资者、有钱人继续的赚钱跟服务。可是当大量的裁员使得他们这些人只好加入原先在贫穷线下的这些民众，而美国特别严重是美国的福利制度。基层当中不像中国或甚至欧洲的国家都有一个基层的支撑，他们破产时候是完全没有支撑的，医疗也没有支撑，所以我们看到原先作为美国梦，在过去经济各方面可以说非常富庶的情形之下，一般中产阶级都可以过生活，有车有房养小孩。那么多中国人或很多地方移民都大量的全世界到美国，就是要去成为中产阶级，在那儿的地方可以过得比他们自己的国家好。但没想到，在去年这样子的大翻转、大坠落，最后再这样一个就是川普的当中对于移民的这个部分的不友善，这就使得当中一些在中产阶级移民美国社会当中也同样可以说是妻离子散，包括要离开，所以这部分美国的巨大的混乱，你可以看，仿佛云端上的这些有钱人、科技公司依然还是赚得盆满钵满，但在云端以下就全面的坍塌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元跟美债这个时候双杀，全球是否已经出现了卖出美元资金大逃杀的这一种趋势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系，因为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2026年才开年不到1个月，金融市场就已经开始出现到一些风暴的前奏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几个指数，美元指数单周不断的暴跌，创下从去年4月以来已经是一个最差的表现了。包括可以看到美债跟美元都在同步走弱，现在资金正在逐渐的撤离美国当中。我们来看到，包括了这个是来自于巴龙周刊也特别说了，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他认为就是弱势美元的时代已经正式的到来，而导火线他认为就是川普本人了。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最近地缘政治很动荡之外，包括川普在处理格陵兰的问题，他不断的用关税来胁迫这些欧洲国家，让这些欧洲国家也认为说美国的影响力在不断的下跌，他们也在卖出美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结果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不管是股市在跌，或者是这个债市在跌，或者是汇市跌，避险资金现在已经逐渐的往其他的地方去流动了。各国现在买什么呢？买的就是黄金。波兰可以看到央行它增持了150吨的黄金，欧洲、印度、亚洲机构全部系统性的就是要把美债给减持掉，而避险资产现在呢也在掀起全球的资金开始往这个地方在不断的走。经济学家说啊，一旦失控，如果美元持续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川普好像也没在怕，他认为说，美元就算上下波动，这也都是正常的啊，反而会不会有利于美国我们在这边的出口的竞争力反而更加的好呢？那包括了知名的投资人，他也说了，全球资金他观察到正在撤离美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正从贸易战走向了一个资本战争，这是来自于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的发言。赖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卖出美国的一个风潮在全球兴起？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在移动啊，但是它并不是说川普这1年内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移动。事实上是拜登时代就是拜登的4年跟这个川普累计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早的导火线是来自于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跟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海外资产的非法冻结跟没收，我觉得这个引起了很多国家他内心里面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跟不安。首先，他们把俄国赶出 SWIFT， 所以你就看到了很多国家就开始去另制一个避风港的一个系统，也就是本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数字化货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另外的区块链的问题，来去回避这个 SWIFT 的影响力。所以等于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看到 SWIFT 的影响力在往下降，它的份额在减少。那么本币交易的这种清算银行的机制在建立起来，区块链的建立的机制在建立起来。所以事实上是美国他们当初
去把这个 SWIFT 这一个本来是一个经济工具，把它政治化、安全化之后造成的后遗症，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他把俄国的海外资产冻结，这个形成了很多国家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特别是对美国。所以你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俄乌战争冻结开始，中国大陆就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开始抛美国政府公债，就不断的在抛，那么一部分一部分的在抛。中东的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富豪。很多他们也做同样的动作，都在抛美国政府的公债，也就是说买一些美国政府美国私有企业的资产，但是在抛售美国政府公债的情形下，他们在做移转。第三个，他们的动作，这个就是蔡委员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增持黄金，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就开始发现，就是说，如果经济的动荡不安时代来临，那金本位制当时也是。俄国的金本位制帮俄国度过了那个难关，那大家就会去核算我的黄金的储量够不够。那如果你不是一个黄金生产大国，那你本身的风险就升高了。所以很多的国家开始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在增持黄金。可是又由于美国他们去没收、冻结别人的资产，他们对于美国把黄金放在美国、放在欧洲又不信任，他们要把它搬走。那像中国大陆就在上海。成立一个黄金市场，就是黄金我不放你那边了，我要搬回来运走，这个会对于欧美的国家，对于离开美国，当然就构成影响了。所以您所提到的有关于大家都在走的时候，再加上川普上来了以后，川普就成为推倒这面墙的最主要的推手了。因为第一个他的关税，第二个他的胡作非为，然后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大家对于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未来，然后不看好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政府的公债不断的在抛售，原来就大陆嘛，可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是看日本，如果日本也守不住的话，那大概美国就完了。因为日本是最听从美国的，也最怕美国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日本为了要救自己的日元，开始在抛售美国政府的公债，然后开始要把这个钱拉回来救日元的时候，我想这个大概就是美国的终结日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连日本都走的时候，那欧洲的国家你要看欧洲其他的国家走的幅度有多大。现在是丹麦走第一步嘛，可是问题就在于要大国出来走才有效。对，那欧洲的大国如果出来走的时候，这个才是美国政府美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趋势是有了，但是你说要把美国推倒，到目前看起来还不到了。但是要这些大国都站出来才有效。是，那同样的问题，委员又怎么看哦？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真的不断的出现弱势美元、卖美债美元，这后果不堪设想。委员怎么看？都不会。我一再鼓励呼吁中国大陆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金融强国。不要只是制造业强国，什么世界市场、科技强国，少了金融强国，你就是不是强国。美国最强的就是它的金融强国，在全世界打遍天下，没有敌手。为什么？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大陆去年非常开心，我也很高兴，就是它的贸易的顺差1兆2000亿，对美国贸易已经降到了15%以下，它全世界的贸易顺差还1兆2000亿。可是不要忘记，这1兆2000亿啊，1兆。其中的1兆都是用美元收入，它不是用其他货币收入，不是用人民币啊、日元，都是用美元收入。那你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把这个1兆美元的收入，只是一部分放在口袋，其他散在银行、散在民间、散在外销企业里面去。那你为什么不买别的？你为什么不收黄金？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它的银行系统加证券市场加起来所构造的一个金融强国，目前无可取代，那你说中国大陆出口了，你说出口到印度，我拿印度币，你敢吗？我出口到欧洲，你敢拿欧元吗？你出口到日本日本拿一点，最好还是拿美元，对不对？跟台湾买东西，台湾一定跟你要美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成为金融强国，是我对他们一个期待。好，但是美国作为金融强国，短期内没有人可以取代它。这是
那你说美元会不会波动啊？他喊说美元只是单周暴跌，它跌多少5%，就是单周暴跌。对，我们那个新台币蹦一天都不止5%了，还被我骂得臭头，对不对？好，那再来哈，这个美债跟美元是没有关系的，美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货币，最大的储蓄。所以大家在抛美元买黄金量还是很少。如果全部美元抛的钱买黄金，像黄金不知道应该1盎司至少是10万块美元吧？恭喜啊！就是还没到那个行情啊，没有那么多，就开始人家准备而已哈。那这个资金美债是因为美国要赤字那么大，川普要花那么多钱去搞国防啊，那要印钞票啊，要卖公债印钞票，那公债当然跌，利息当然上。可是他就要换联储会主席，要把这个利息压下来，就要印钞票啊。那印钞票，美元就更跌。所以这个到那个循环，那会不会倒？不会倒。就是刚才赖教授讲，他就是不会倒啊。那你说资金正撤离美国，那撤离美国，中国大陆整天收那么多美元啊，现在全世界收美元最多的就是中国大陆啊。他美元买了，他该怎么办？就是要去做一个资产的一个管理。那我要不客气讲，中国大陆现在的金融管理能力跟美国还有很大的距离。那科技已经慢慢赶上了，就是在金融管理这一块，那是谁耽搁了呢？平常心讲，就上一届的央行总裁、央行行长，那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整个金融系统该升级的时间给耽搁了。当然，可能跟他们那个整个国家领导人不懂金融体系，那一直以为我制造业才重要，好像去金融业上班啊，就是赚大钱，可是又不用努力的啊，这两码子事啊，这两码子事。你在金融界你就被人打扁脸嘛，所以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资金不会撤离美国啊，只要中国大陆继续收美元，怎么会撤呢？没有人会撤啊，对。那你说弱势美元，美元弱势强势有一定的幅度啊，有一定的幅度啊。那说世界从贸易战走向资本战争，这个乱讲。贸易战还有关税什么东西？那什么叫资本战争？你要给我买货物，我不收美元，是叫我收什么？对不对？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你说好，我拿美元，我只是不买美债，可是我要买什么？钱还放在美国银行里面啦，还是存在美国银行里面收利息啊？或买企业债券、买理财产品、买 ETF， 只是不买美国政府公债，那你要跟我讲笑话吧？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危言耸听。还有那个经济学家什么温信，我没听过，他是个肉收银行一个小银行的经济学家。一旦局势失控，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已经局势早就失控了，后果不怎么样，美国股市照样涨。好，所以一样的问题，请教厉将军，就说到这个美国股市照样涨，但是国内的实体经济感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厉将军。最近这段时间黄金疯狂的涨去年涨了64%，今年才1月还没结束嘞，就已经涨了快20%所以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风还挺大的。那这个妖是谁呢？我觉得就是川普。那不就是你川普这一段，这个从你就任总统之后，美国总统之后，这一番的操作，然后让整个美元走向贬值，那当然就推升黄金向上那我认为这个会造成黄金这一波的涨幅当然第一个是跟这个美国，你跟这些盟邦国家，包括你这个要攻打、要强占格陵兰，还有你的关税政策把所有盟邦国家都得罪了。虽然说短期之内这些国家对你来讲经济上面可能也伤不了你的这种要害可是等到大家都共同有这种理念的时候，那所谓有一句话叫墙倒众人推。我们现在看到丹麦，它虽然说是抛售美债，只抛售1亿美金虽然说金额不多，可是会不会起一个带头、一个风向的作用？第二个，美股现在在涨，我认为涨的大概都是科技股为主了最近这段时间，包括 NVIDIA 或者是说一些科技股，主要是他们在大涨对于民生来讲，其实不会有太大帮助。第二个，美股会涨，代表的是我认为是华尔街的金钱游戏什么人才会去买股票呢？当然是有钱人才会去买股票嘛。我记得 SARS 那段时间，美国这个大撒币那补助那些人的钱以后，有2种人，一种就是我只是这个租房的人，我收到钱以后，我当然就赶快把我房租还掉。
那房东他除了收到第一笔美国给的钱之外，他又收了房客给他的钱。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多了钱放哪里？他就去买股票。我觉得美国股市涨跟这个有关系，跟他这个大印钞有关系，跟科技股飙涨也有关系。因为总是钱就这么多嘛，那为什么都跑到美国去，都跑到股市去？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国基层民众是怎么样过日子。我觉得美国很明显的哈，它大概90%的财富哈集中在10%这个金字塔高端的人，那这些人在炒作股票。事实上，后面的90%，我们看到美国基层的民众有很多生活是在斩杀线之下哈。对，万一一旦他这个生活面临了困境，譬如说他要看病就医，要花到他们斩杀线指的是$400，要花超过$400，他可能房贷就交不出来了，可能人生立刻从一个正常生活跌落到变成一个游民的阶态。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美国股市涨这表面现象，你要看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他们生活还是在这个斩杀线的边缘，在那边讨生活的。好，接下来我们会关心到是美国经济出事嘛？因为这是美国自己内部的经济学家做的事情。他说，2026年经济衰退几率高达40%。另一方面，这个是确实存在的是，今年统计到11月为止117万员工被裁员，而且现在股市可能也会面临危机吗？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看是否拖垮美国的经济。好，今天先来看到我们来看到川普到现在上任已经1年的时间了，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是越来越高，现在来到了最高点。因为呢，来自于彭博的经济学家这边也做了一个分析，川普就职前，大家认为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是20%，没有想到真的在上任了之后，大家这个经济学家就预估了，这个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可能高达40%。穆迪更是认为明年经济衰退到达了42%，而现在看到的为什么经济会衰退，有列出了3个原因，包括了现在担心的 AI 泡沫，还有年轻世代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找到工作，这些入门级的工作几乎都消失了，而且白领的职缺也越来越少，加速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而且美国的就业市场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叫做永久性的裁员时代。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在美国做裁员的时候，通常是一波一波的这种大量的裁员，但是现在变成说不像过去这种大规模的裁员是比较频繁，但是比较小规模的，一次可能裁员人数50人以下之类的。但是因为是这样一波一波而且频繁的，才会让中产阶级非常的不安。而且这边做了一个统计，光是前11个月，美国裁员人数竟然高达了117万人，这个年增幅暴增到54%。光是11月份裁掉了7.1万人，哪个行业受到影响最大呢？就是科技业，因为现在引入了 AI 的使用，所以科技业现在可以说是压力最大的。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当 AI 取代了白领，还有永久性的裁员变成美国的常态之后，中产阶级还敢消费吗？大使怎么看经济？对，现在中产阶级第一个消费能力减低了，因为美国通膨事实上的话，在很多特定的区域是相当的严重那而且它这个通膨的这个品项也是都不一样。不过整体来讲的话，美国的通膨问题并没有说完全的解除那不过就是说，很多经济这个学者的报告，其实美国今年的经济1到4月基本上它是一种所谓滚动式的下滑。那前4个月经济不好，可是呢，其他的数据显示，从4月底开始以后，一直到目前美国的经济基本上它是一个滚动式的在复苏。那当然，2026年是另外一个情况。可是呢，就是说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滚动式复苏的情况之下，从哪里看出来？主要是从金融市场，还有就是大公司它的获利跟股价这些反映出来，美国的经济事实上在复苏。可是问题呢，这种所谓的滚动的复苏并没有造成这个所谓的失业率的下降，反而造成失业率的提升。那这个就必须就是说有一点不太符合逻辑了。逻辑应该你经济好像在复苏，你这个就业人口一定要往上增，反而不增反降。所以呢，这就变成就是说，很多人就讲说这可能是美国一个经济在结构性的在调整。
那事实上这个财富啊，还有工作的性质啊，也跟着在调整。那大家想到很自然就说，啊，那这跟 AI 一定有关。那事实上的话，有个统计数字比较精确的，事实上的话，美国从2023年，如果说被裁掉的人员里面啊，有7万人，7万个职务被很明确的可以证明，它是因为 AI 的这个被使用而造成这个职务被裁掉，大概7万人。可是这里面有117万人丢掉了工作啊，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可能造成这个丢掉工作最大原因是 AI，可是呢还是有其他整个结构性的原因。那所以就变成这个是一个蛮复杂的。那这个117万被裁掉的人里面，那个产业别来说，最高这个行业就是科技业。中间有大概差不多17啊，有15万人都是属于科技业的人。那可是别的行业是不是有被裁呢？也有，电信业、食品业、零售业、非营利组织、媒体都是裁员蛮多的。那现在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变成一种永久性的裁员时代啊，这个是让很多白领阶级相当感到压力的。对，因为过去这个公司裁员都是一次很大规模的，一次裁掉6000、8000，像 Estee Lauder 最近有全世界裁掉6000人啊。他说这种模式现在渐渐没有了，就是大的公司它基本上是滚动式的在裁员，它也不宣布，它可能就在调整啊，一次50个人、60个人。可是这个随时在进行当中，它不是一种大规模的裁员，所以这个是一种新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反而增加了，尤其白领阶级啊，他在工作上对于有可能失去工作的那样子的一种心理压力，那这个可能也变成是一种常态。不过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说，那结构性就是说，在这个永久性裁员里面啊，这里面比例来讲，中小企业远高于大企业。也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产业结构里面，大企业还是能够稳定获利，它在这个雇佣员工，中小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除了 AI 的因素，还有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当然了，虽然美国这个整体来说的话是滚动式复苏，不过美国的经济要跟之前比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之下呢，它这个不可能会增加很多新的就业员额。那明年的话，又是预计是有41%是几率认为是衰退。那美国明年的失业人数可能会增加。那在美国的这个一向是世界经济火车头之一啊，因为全世界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整个的 GDP 里面有34兆，30%是美国所创造的。所以美国如果感冒的话，全世界的经济那一定会打喷嚏。好，这个是刚刚特别我们 focus 关注在美国的就业市场的部分。那刚刚也说嘛，因为 AI 的兴起，这当中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科技业。但是这些科技巨头呢，现在为了获利却是不择手段。我们来看到路透社的最新踢爆是美国的脸书的母公司 Meta，为了维持它庞大的广告收入，对大陆来源的这个诈骗、非法赌博广告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边做了一个数据的统计 ，Meta 去年光是来自诈骗、非法赌博、色情等等违规内容的广告收入超过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竟然高达了900多亿元怎么看，干哥？我这件事情是我最痛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Meta 作为社群平台的领头羊然后祖克伯他竟然是这样子的态度，你知道他们本来内部他们自己那个 FB 现在叫 Meta，他们里面的那个什么，就是他们的那个有一个机制可以去干嘛？可以把那种有严重诈骗的那种倾向的那个东西给抓出来，还有赌博、色情等等像这样子的广告，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机制，但是他们也要花钱去维持这样的团队那所以说，其实老实讲，他就不太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说，我们既然是这个媒体嘛，那我们就应该要获利嘛。那乐听人应该有自己去辨别广告的这个能力在里面，而不是说要我们来先帮他当守门员。可是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在
自由市场里面的一般的电视广告啊，那是不是每一个国家啊，每一个这个不管是欧洲啊或者亚洲的国家，甚至美国啊，其实它的电视的审阅机制都一定要先排除像这一类的色情啊或者是赌博广告嘛，对不对？可是 Meta 根本就是全部都照收，完全都照收。那所以说，你知道他去年啊，他竟然在诈骗广告里面，他收了30亿美金的高额利润。但是大家要晓得，这中间有潜藏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来自中国的广告现在是 Meta 最大的收入，它一年有180亿，其中有30亿，大约20%是这样子的诈骗广告。那如果你今天要去防堵这些广告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你公司自己本身要有一个团队。你知道他们的团队在去年发现他们的这个防火墙的机制做得很好，他们已经非常的，就是说降低了差不多有1半以上的这种色情广告或诈骗广告。可是突然祖克伯发了一个命令说，因为我们的诚信策略，所以说我们这个现在暂停对于中国广告的稽查。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听不懂啊！这就有点饶舌。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了防止来自中国的广告数量下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诚信策略暂时不对他们做太严苛的检验。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广告再度死灰复燃。大家要知道，受害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在美国的华人，在美国的华人的市场有多大？大家去想一想。所以这在全球都造成影响。我认为这个就是什么？社群平台他们在获利之后，完全都忘记了他们的初衷。这也是所有的像，不管是 Meta 啊、Google 啊、YouTube 啊这些软体啊，在很多国家都受到厌恶、受到排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只顾着获利，而没有想到他们对于人类社会所应该负的最起码的责任。这个责任其实是你自己企业主要负担的。所以我觉得像祖克伯这样子的企业家，你只知道获利眼前，但是将来呢，总有一天你的亲人也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要改弦易辙。我是觉得说像这种，它是一种很巨大的托拉斯，它会越来越大，像一个怪兽一样。可是，一般的人民、一般的老百姓，要能够分辨什么是诈骗，什么是对你有害的广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我觉得媒体守门人应该要负起这方面相关的责任，那也是他企业的责任。对，针对目前 Meta 的这个行为，被形容是这些大型科技业是否已经造成所谓的资本主义变形，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科技业有问题之外，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投行也非常的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是非常的紧张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出来示警了。明年最大的风险将是股市崩盘，直接引爆的经济衰退。特别呢，华尔街投行提到了支撑美国目前消费的250万名的超额退休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赚了非常多的钱之后狂消费。现在华尔街投行就是担心说，一旦股市崩盘的话，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大笔的做消费，将会重挫美国经济吗？上志哥怎么看？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股市在今年年初开始，其实都被形容说很多黑天鹅的蛋，好多蛋，有大蛋有小蛋，就看哪个先孵出来哦。所以刚刚讲到底是经济衰退呢，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呢，还有包括现在 AI 是不是太集中了呢？好，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确定第3季的美股的部分是极震荡的，而且这震荡是创纪录的。为什么震荡？因为就是美股里头有好多的巨人。多的巨人跟空的巨人，大家真的是杀得死去活来哈，所以我们都知道，但核心为什么？核心还是因为忧虑。如果说一片荣景的话，空头没有机会的，所以这个忧虑很深。就刚刚提到的这些，包括 AI 非常集中哈，而且现在要知道还有 ETF 加被普遍的运用，就使得这个盘跟大家动手，互相多空杀对方的武器很强。台北股市现在也是受到 ETF 很大的影响啊。好，话虽如此呢，但我们不得不说，虽然大家有很多在外面看衰，或者是觉得美国股市危险，各位还是要了解一件事情是。各位，美国华尔街股市可不是一般啊，它不是只有美国的资金，它有全世界，有穆斯林的资金，有欧洲所有有钱的资金，包括甚至中国的资金，所以全球的资金都在华
华尔街股市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倒的。所以这个震荡的过程里头，其实再怎么看衰 AI， 就像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AI 就撤资了，很多大巨人不投资了哈，也都知道。然后但是呢，你说他们不投资去投资什么？其实就换手。科技类股还是很强，单单我们讲11月哈，这前后巴菲特就买了谁？买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大增值，他把苹果卖掉很多，所以换手。不止巴菲特索罗斯也花了好多钱进来，而且还有抄底大王，是我还蛮喜欢的那个叫 David Tepper， 我想他每次很会抄底，他就是抄英特尔，所以英特尔股价就都回来。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大环境结构没有错，股市、汇市股市、美股、美债跟汇市。但美股现在在震动，美债现在有很多的疑虑。但是我们讲美国的汇市这点，美元现在基本上美国包括联准会的部分，在降息各方面还是拿捏得很稳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美国汇市有动荡的情形之下的话，连带美股跟美汇，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么关注 FED 的原因在此。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哦，过去美国汇市只有美元，但是因为现在虚拟币开始跟美元整合在一起，里头稳定币等等，所以让整个美国的坦白讲，它的这个货币的扩散性从实体到虚拟扩大了这个技术层面，它当然也动荡更大，但某方面它也可能有更多的支撑。除了美元在吸全世界的所有货币的这个汇差之外，也透过稳定币在吸全世界的虚拟的汇差。所以美国当然有很多的风险，但千万不要小看美国华尔街拥有全世界资本的实力。